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明思学院烫发部总监毛阳。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颅顶增高烫。那么颅顶增高烫主要针对的就是发根比较服帖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这样的一个烫发的一个手法、烫发的一个项目的话呢，它主要操作的时候注意的这个方面在于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药水的调配，第二个软化，第三个用电棒操作发根的手法，主要就是在这3个方面是最为关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模特小姐姐。今天我们的模特小姐姐的话呢，她的头顶是比较扁塌的，所以呢，我们呢就会用到颅顶增高烫的方式，把发根这一块呢能够做得更加蓬松，让整个头发呢有头发包住脸的感觉，这样才更容易打造小脸的效果。而不是整个的发型呢只看到整个的脸，而头发呢是塌下去的，这样的话呢是会显脸大。所以呢，我们今天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发根把它烫蓬松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调配药水。调配药水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快速烫的药水，加上我们的高筋面粉，高是非常高的高，筋是一斤斤的斤，高筋面粉。这样的话，它会比较粘头发。如果你用中筋或者低筋的话呢，它不是很粘头发。所以我们用高筋面粉加快速烫药水，一定是快速烫，其他的不行。健康的发质我们用健康的快速烫药水，受损的发质我们用受损的快速烫药水。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和它1比1调配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把这个高筋面粉和药水1比1调配。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好了，不要太多了。好，这个时候紧接着你看，这是我们的高筋面粉、快速烫药水。因为快速烫的药水里面，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半胱氨酸，所以它能够支持边加热边软化的一个效果，边加热边软化的效果。如果你用正常的软化剂，高碱的、硫代的，它是不能这么操作的。1比1调配，看一下，1比1。好，我们用梳子将它搅匀，搅。如果在搅的过程当中，这个变得很干，那你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药水，说明你的面粉多了，就不停的搅匀它。一般正常是1比1，有时候呢面粉会多一点点，1比1.5也可以，看具体搅完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停的搅，把这个药水和面粉全部搅得混在一起，融合到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取出来之后。要挂在梳子上面这种感觉，不要往下滴，噼里啪啦往下滴的话呢，那就太稀了。太稀的话呢，其实不合适的。要挂在梳子上这种感觉，你看不怎么往下掉的。你说稍微有一点点掉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噼里啪啦的往下滴，那不行的。好，就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头发前后区域分开，从我们的顶点向后大概2个指位分出前后区域来。后面这一块的话不做没有关系的，我们主要做的是前面这块区块，顶点向后2个指位分到耳后点的位置，前后区分开。区分开来之后，然后紧接着我们在动感区的位置，就是以分界线为基准，各取2个指位，分出动感区的头发，这是我要制造蓬松的地方。先做这一块，好，动感区2个指位分开。这边同样的方式，动感区2个指位分开来，这是我头顶的动感区的位置，是一个分出来之后呢，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发区，好，来头低下来，我们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分完区之后，它的整个动感区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发区。宽度的话呢是4个指位的宽度，然后深度的话呢是从前面分到我们的顶点向后2个指位，就整个一个表面动感区的一个宽度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湿发的状态之下去涂抹软化剂，发片要薄，不能太厚，大概1厘米的一个发片分出来就可以了。涂的时候呢，我们涂多少呢？3个手指的这个宽度。涂抹3个手指，但是涂的时候呢，我们只涂到了2个半手指，发根要留半厘米，不去涂它。好，注意观察，头稍微低一些。好，
刷的时候还是一样，先刷外围，再慢慢的向里推进。头低下来，对。好，我们在涂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啊，3个手指顶到发根，发片提高90度，涂2指半，涂2指半。发片要薄，薄了之后才更容易涂匀、涂透。发根留2指半，涂的时候用点力，把药水渗透到发丝的内部去。你看，正面、反面2个面都要把这去涂匀了。啊，用纸把它隔开。好，再来。再分，千万不要感觉这个头发这个区块的发量比较少，所以分的时候呢就2、3片就把它涂完了，不建议，因为这样做的话你很难靠近到发根。啊，分薄了，一层一层的去涂抹。分1厘米以内的发片厚度，发片抬高90度，一定要涂透。分得太厚了，它2个面很难去把它涂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用夹板直接操作。涂抹完了之后，立刻开始用夹板操作。那用夹板操作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我们发片呢不能分得太厚啊，要小于1厘米的厚度。将头发呢，首先是疏通疏顺。你看，用稍微密一点的梳子把它疏通疏顺，但是呢，头上的药水呢不能全部刮掉。来，头往后仰，对，对，角度抬高啊，把它拉紧它。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专门做发根的这样的电棒去操作它。那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烫到头皮，上梳子掐进去，对，对，好，这个时候梳子放平了，放平了，这样一点，哎，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上电棒，温度140、160都可以，先通过我们的预热去掉多余的水分，头不要跟着我走啊，对，用点力。你看，明显感觉头发在发生变化，啊，去掉多余的水分。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合板，梳子歪了，对，好，合板，合住，停留4到5秒，不用压得很紧，停留4到5秒。好，这个时候转过来，再停留4到5秒，左手要用力，把发片要拉紧，右手拿电棒的手不需要拉太紧，停留4到5秒。好，这2棒是最关键的，因为它离发根最近。你看，再来一遍，1、2、3、4，好，转过来，1、2、3、4，好，推的目的是什么？做连接，所以你的板压片不能太紧，压片紧了之后会把头上的这个药水全部带掉，反而不合适。对，轻轻的，好，再来一遍，1、2、3、4，转，1、2、
3、4，好，转过来，你看，推的时候慢一点，慢慢的，对，慢慢的进去，对。啊，其实这一棒和这一棒是最关键的，因为它离发根最近。这个时候，就算你贴到头皮也没关系，它不会烫的。夹到什么状态？夹干它，夹干它，夹干它。湿的不行，要干的。好，夹完之后，这个时候慢慢的把它抽出来，抽出来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梳子拿走，摸上去是硬的，硬的说明它干了。然后呢，看上去这个发根呢要能够90度站起来，说明就可以了。滑行上下做连接，转过来，你看滑行慢慢的推，对，上下做衔接，夹到什么状态？夹到它干为止。右手不用力，左边要把头发拉紧，出来的蓬松度效果会更好一些。你不能分得太厚，太厚的话，你夹起来就不好夹，不好操作。对，夹完之后，这头发是干的啊，干了就行了。先去掉多余的水分，你看，先去掉多余的水分。温度140、160。高筋面粉的话呢，它就会比较粘头发，粘头发的话呢，它夹出来的蓬松度啊就会比较好。滑行的时候呢，夹板不能太用力，速度不能太快。左手不能离发片太远，所以要稍微近一点。发片要薄，角度要高，大于90度。通过滑行去掉发片上多余的水分。好，合板，4秒，4秒，1、2、3、4，好，再来，1、2、3、4，转过来，1、2、3、4，好，推的目的是什么？做滑行连接上下。推的时候慢一点，不能快，慢慢推，直到夹干为止。左手用力带紧发片，右手不要太用力，自然张力。
那在两侧的位置的时候呢，遇到头型比较扁塌的客人，两侧骨梁区比较凹的客人，也可以用到这样的方式去操作。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分区分的太多，只要分到骨梁区转角位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大概呢，我们把它分个3片去做软化的涂抹，区分过来。也是一样，分的时候不要分得太厚，分薄一些，因为它这边是没有头发的，所以不管它了。3个手指顶上去。另外一侧同样的方式，侧面夹的时候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角度大于90度，大于90度，从上面压上去，通过滑行先去掉多余的水分。好，合板，4秒转，再转，往上推，再合，重复的动作再来一遍。合板，转，转，转，合板4秒，4秒，4秒，反过去转，对，夹到干为止。角度要抬高，大于90度。那这一片的话，因为比较宽，所以我们要1分为2，分开，太宽了。前面的先不管它，先夹后面，同样角度抬到最高，抬到最高，大于90度。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首先呢，高角度先去掉多余的水分，对，先去掉多余的水分。好，去完成之后，这里有个动作，有个提的动作，因为前面的发际线比较低，注意看，这个时候我们放上去之后往上提，然后呢再慢慢的转过来，推过去。对，有一个你看，提上来，停留4到5秒，再转过来4到5秒，再转过来4到5秒。好，滑行，提要提上来，提平了，提这样的话，前面的发根才更容易起来，提上来。
先滑行，去掉多余的水蒸气。好，注意看，这个时候到前面，先以头皮平行提上来，对，往上要，你看有一个提的动作，提的动作，提的时候慢一点。啊，一定要有这个提的这个动作。那另一侧的话呢，同样我们也是从下往上去夹，高角度提升，大于90度。头往这边，哎，好，角度要抬高，去掉多余的水分。同样，第一个面4秒钟，第二个面也是4秒钟。这边可以多来几下。好，滑行，高角度反方向推，高角度反方向推，推的时候稍微慢一点，不要太快，特别是转角这个位置，它的蓬松度是很不容易体现的。角度抬高，发片理顺，疏通。先去掉多余的水分，因为头位前面是低的，所以我们要往上提一下，提，转，提。慢慢的反方向推，上下做衔接，速度不要太快，快了没用。提，转，转，转。好，到最宽的这个发片的时候呢，我们分为2片去夹，不一定要分1片。角度抬高，大于90度。去掉多余的水分。上下衔接。前面这半片同样的方式，提，你看，往上提，提，你看，轻，慢慢的这样提，夹板不要太用力，再转。那接下来呢，我们拳头夹完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定型。定型的话呢，发片就不用分那么薄了，可以稍微厚一点，3片到4片，我们卷一个毛杠子固定它去定型，角度要拉到最高，大于90度。毛杠大于90度。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皮筋去固定它。同样的方式，来，好，毛杠垫在下面，固定。头抬起来，哎，对，好。接下来，我们的侧面的位置，那另一侧同样的方式，高角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有泡沫的定型，我们就用打出来是泡沫定型去给它定型，定型个8分钟、6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泡沫的机子打出来定型的话呢，直接躺在洗头床上，用定型剂往头上浇，把它浇透了，也是等个7、8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烫完之后的湿发效果啊，向后梳理一下啊，看一下它的蓬松的一个感觉。整个发根的松度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完美的 ，nice。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湿发的效果之后，我们看一下吹干之后的效果。现在呢，我们这个是吹干之后的干发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干发之后的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整个头发的一个蓬松的效果。我相信大家在镜头前面已经能看得很清晰了，整个头发的蓬松度是非常不错的。感觉呢立刻我们的脸的话呢都小了1圈了。好，我们看一下整个发根蓬松的一个效果。蓬松度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近距离观察整个头发蓬松的一个效果，看它整个头发的蓬松。整个头发的衔接是非常自然的，蓬松的也非常自然，一点都不做作，蓬松的效果非常不错 ，nice。